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泽蒙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国外的线上赛事1100人的冠军套牌哦。那这次赛事冠军的选手是日本的玩家，他叫塞塔马，他用的牌组是皮卡丘套牌哦。那在看他的套牌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对局，可以看到他有遇到了总共有遇到5副的超梦沙奈朵，然后2副的猴怪嘎啦嘎啦，有5副的皮卡丘哦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有我们之前拍过的平民牌组九尾利刃马哦，还有瓦斯蛋胖可丁，它其实大部分的对局都是主流对局哦，就是算超梦啊，然后皮卡丘啊，然后最近比较流行的猴怪啊，那可以看到它大部分都是赢哦，它就输一场。那这个赛制它是瑞士轮。所以他如果打到8胜的话，他是一定会晋级。所以他的最后一场是弹劾啦。那后面的复赛呢，遇到了3副的皮卡丘，跟最后一副是超梦沙奈朵。那总共拿到了12胜1败1平哦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赛事的前几名会用的牌组啦。第一名的话就是我们的皮卡丘闪电鸟啊，那当然有很多的配置嘛。再来的话是超梦沙奈朵、喷雾火龙、火焰鸟啊。再来的话是海星极冻鸟，那海星极冻鸟的话也是不少的，因为现在赛场上有很多皮卡丘，那加上波上的赛制，小霞就变得没有那么强力了。那再来的话是阿伯蛇瓦斯蛋，这也是比较多人拿来去抓超梦的，或者是其他的套牌，也是有一定的强度。那其实看前面4副牌啊、5副牌就可以知道，现在大家都会想要玩手牌啊，或者是现在手牌真的比较强力，大家可以稍微去做参考一下。那我之后也会拍相关的影片，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那接下来就是它的套牌啦，我们就先从皮卡丘开始介绍吧。那它是2颗能量，那打备战区如果有1只电属性的宝可梦的话，乘以30哦，所以是你的备战区最多的3个位置。那有3个电系宝可梦的话，就可以打90。那再加上板木的话，就是打100哦，算是蛮轻易能达成的条件啦。那再来的话是闪电鸟 EX， 那它有2招哦。第一招的话是1颗能量打20，那算是后宫第一个回合就可以用的技能啊，但是后宫的话还是会希望把能量直接先贴给皮卡丘哦。那再来是第2招哦，3颗能量丢4个硬币。那如果有1个正面的话，打50哦，所以它最高可以打到200的大伤害，但是也比较少会用这个技能啊，算是逼不得已的时候会用的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它弱电。所以他在内战的时候其实还蛮弱势的，要稍微注意一下。那再来的话是帕沙海胆，那这个帕沙海胆的话，它是70血，那它的血量算是蛮硬的啦，像是超梦加板木也是过不了它的，算是用它来扛伤害，或者是用它的技能去拖回合也是不错的。那它的技能是2颗能量打30，值1次硬币。那如果正面的话，对手的出战宝可梦会麻痹哦。那麻痹的话，它不能攻击，也不能撤退，就只能在那边罚站1个回合哦。不过进化的话可以解这个状态哦，但是还算不错的效果，可以稍微扛1个回合。那再来的话是这个雷电斑马，那雷电斑马的话，它只要1颗能量就可以打了。那它的效果是可以打30的伤害，那不管是你要打前面或者是打后面都可以。注意的是哦，它打备战的时候是没有弱点的哦，所以它打备战的时候就只有30的伤害。这个30的伤害其实很关键，像是打超梦的话，点超梦2下，那加上皮卡丘的伤害是90，是可以刚好收掉的。那它作为前期的扑伤，或者是后期对手想要撤退躲到后排的时候，也可以去狙击哦。那它的技能只需要1颗能量就可以做事，所以这部套牌在先攻的时候上限就会拉得比较高啦。那再来的话是支援者跟道具的部分，有2张博士研究、2张纳兹、1张板木、2个速度强化、2个精灵球、2个伤药哦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到实战画面吧。在实战前，大家可以加入左下角的赖社群，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，里面也会有活动哦。图奇跟 YT 也会直播，可以加入 Discord 接收通知。用手机观看的各位在底下留言区有粉丝热推，再麻烦帮我往左边滑。那我们就进到实战画面吧。好，反面，那我们后宫哦。那其实皮卡丘这副牌啊，后宫真的蛮强的啦。啊，那看到对面是超系，那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会是超梦，应该会是超梦。啊，吉利蛋。没有想到我是吉利蛋放在前排哦，没错啦，应该还是超梦。手上有拉鲁拉斯，直接换我看起来手上也是没有博士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手贴先给卡丘，然后放个闪电鸟。那另外1张斑斑马其实不用那么着急的去放，
好，那我们就直接结束回合。好，直接进化成奇鲁利安。那对面的话，前面放了吉利蛋啊，那它需要3颗能量去做撤退，其实还蛮重的哦。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考虑用直接发纳兹，那我们就不用用输入强化啦，我们直接放斑马在前面。好，手贴给超梦。那我们就直接用斑马去点他的超梦哦。我们也想说还要用速度强化去做撤退，没想到他帮我做了纳兹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就手贴给斑马吧，然后点后面的超梦。那这超梦点了2下，然后再加上3个后排的皮卡丘啊，它其实伤害是刚好是够的。好，再手贴给超梦。伤药回了20，那没关系哦，我们就继续的去点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就再养闪电鸟吧，我们就把能量养在闪电鸟身上，我们就继续的去点。这也是斑马强的厉害啊，就是假如说你是残血去做撤退的话，我斑马还是可以做狙击的哦。那在前期的话，你站在后排，我可以去做稍微去点伤害，把伤害打到血线以下。那感觉他会想要手贴去做撤退嘛，所以感觉这个吉利蛋我们是打不到的，所以先贴能量，我们先贴能量，然后再点一次后面吧，因为感觉他是想要撤退，让超梦出来去打的。那不管是他这个回合用进化加上手贴去打60，啊，或者是直接做撤退，我觉得我们都还算优势，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先点了那么多伤害。那我们这里的话，先发一个精灵球，然后再发博士的研究，抽2张。雷电斑马，那我们再放斑马下来吧，然后手贴给另外一颗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皮卡丘不能急着上去先打哦，因为感觉对面是在常说，他可能手贴加上伤害朵就可以直接秒我的皮卡丘啦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里的话不用太急，这边再继续的点超梦吗？因为对面的话，再加一个伤药，因为他发一个伤药嘛，他再加一个伤药会进到100，我们要用板木，可是我们手上没有板木，我们先继续点超梦好了，我们手上没有板木。原本想说，如果他继续在前面要用坦的话，我们可以点后面的拉鲁拉斯，我们点2下会进血线。有山奈朵。后面拉鲁拉斯也进化了，好，发了输入强化，然后换了我们的超梦上来哦。那他这里推超梦上来的话，也只能打150这一招哦，感觉对他来讲是蛮亏的。好，那发了第2招，打150，然后丢2颗能量哦，直接把我的斑马给收掉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去推皮卡丘出去，那手上有闪电鸟，可以刚好去补伤害嘛。好，闪电鸟下去，然后斑马进化，你该做的做一做，然后手贴给卡丘，然后打90，我们直接把超梦 EX 给收掉，先拿2分。推了伤害朵出来，那这伤害朵要3颗能量才可以打，所以这个回合他也没办法打出伤害，最多也只能坦个1个回合而已吧，只能多坦个1个回合。
手贴，直接换我。不过我们有输入强化啦，我们有输入强化。哎呦，怎么发了纳兹？我这边投降哦，我也要发输入强化的，拉到纳兹去。好，反面，那我们的后宫哦，那其实皮卡丘这副牌啊，后宫本来就已经蛮强的啦。那他本来也有为先攻去做稍微调整，然后看到对面是水牌哦。那水牌的话，大部分就是极冻鸟单中，或者是有海星哦。哦，2张极冻鸟，但不确定它是不是单中。好，那他的回合，哦，直接发小霞，好凶哦！不要正面，不要正面，反面。哎，不要！一个正面，其实还行。对面也没办法做什么事情啊，而且我们还是电牌，好，那对面发了红牌，我们有2张基础，还有1张博士，其实还行，这血还反而更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后攻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做卡丘就好，我们直接做卡丘。那我们先放卡丘之后，手贴给他发博士的研究。好，抽2张牌。有速度强化，现在还可以。我们再把海胆放下去，我们就直接结束回合吧。切后手只要有皮卡丘，有贴到1颗能量，基本上就已经算蛮强的了。因为他要养2个回合，这个时间你再去有抽到抽率啊，或者是有精灵球其他去补后排，其实都还可以哦。好，那再贴1颗能量打40，那感觉对面好像是极冻鸟单中怎么感觉好像极冻鸟单中那么多啊？我们先发博士研究，抽2张牌。有精灵球，有纳兹，那我们的备战基本上就是满的啦，一定会满的。好，拿到了斑斑马，还可以。好，我们下斑斑马，然后我们再发速度强化。我们直接做撤退哦，然后让皮卡丘去打90点。那打这个90点，再加上克数会打110哦，其实还蛮痛的。好，我们直接打90，然后加克数会变110。这边下30哦，那这边撤退的话，还是会被斑马去做狙击哦。发了亏手剑，那应该就是启动鸟当中确定的啦，应该就是确定的。好，再发板木，那这边被打了80点，其实也不用太担心的，因为对面的机动鸟也要养3个回合，2个回合到3个回合啦。这除非他的小霞真的运气非常好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先发精灵球。好，那我们稍微预防一下因为对面的话打40，那再加板木的话是50哦，所以我们稍微预防一下。给他2个伤药。那再来，我们手贴，我们先给海胆，再来的话，再打1次伤害。我们先拿2分哦。那其实极冻鸟的话，本身就已经不是很强啦，虽然它的组成比较简单一点。那对到克数的话，其实真的没有到很好打，然后直接投降。那以上就是皮卡丘牌组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通知。如果有任何想法或者想要看到我拍什么牌组，可以在底下留言。那也别忘了加入左下角的赖社群，可以和大家讨论交流。我是哲梦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